谁在这儿说要牺牲性命啊？啊？我说之权啊，有这等好事儿，居然不通知我。大总统太忙，我怎么敢打扰呢？哎，诸位，我可不是来这里劳烦你们大家的啊。我看看，请问议长先生在吗？大总统，哎，议长先生，这是我拟定的内阁增补成员的新名单，请参议院再次审议。参议院一定要按照约法认真审议。说得好，就是要严格按照临时约法行事。民国，就是要认法不认人。哈哈哈哈！我呢，虽说是个大总统，我也希望内阁行政顺利。可不顺利也不要紧，就像这个增补的名单，要是参议院再次审议不通过，我就再提一份新的；要是再不通过，我就再提，直到参议院满意为止。你看啊，这个办法好啊！大家以后还有什么事情，聚会一下。你看，这跳跳舞，这问题就解决了嘛。这才叫和衷共济。哈哈哈哈！好了，我不说了，大家跳起来吧！啊，乐队，奏乐。来吧。我觉得，这帮人根本就是一群狼。哼，我们参议员又不是绵羊。那山羊不是羊啊？不一样，早晚都被狼吃了吗？就你们记者眼睛尖，别人都是瞎子，什么都看不见。马上就来。李林先生，我告诉你啊，瞎子都能看出来。那袁世凯，请坐。根本就是在骗你们。你呀，唯恐天下不乱，职业病。你才有病呢！你不要以为写了几篇文章就成了宪政专家，没有那么简单，不是那么回事。好吧，您走好。您是学法律的，您是宪政专家，那您就甘心情愿的让袁世凯骗了？加点汤。袁世凯怎么骗我们了？他并没有违背临时约法规定的办事程序，对不对？你完全是一厢情愿的猜疑。哎，黄鼠狼给鸡拜年，一样也有程序的。他使用什么手段我们不管，只要他遵守约法，按约法办事。哎，不管怎么说，他又提交了新的内阁名单，这就是对约法的尊重啊。如果说用枪杆子逼着也算是尊重的话，那你们参议员啊，就是没骨头。你倒是没被枪杆子逼着，老板娘。好，来。那段祺瑞转着圈的尊重你。老板娘，汤开了没有？开了。加点汤。罗先生，您等着。啊？本记者那是在工作。什么？采访。哦，搂着抱着采访。怎么了？那叫工作？不行，不行。太过分了吧？你以为你是我什么人啊？我没以为我是你什么人。
我觉得我们俩争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两个。田默，小芳，哎你把这个用布包好，夹在里面。哎，好。哎，我刚才放这儿东西呢。我没看见，先生。小胖，来你抽吧，我不行。哎，这东西，我刚才那封信呢？你们怎么不要乱嘛？镜框归镜框，我刚才放在这儿东西呢？我们没看见啊。不要乱拿嘛！是这封信吗？啊，我跟你们说不要乱拿嘛，放在刚才是您自个儿放这儿的。去干活。哎呦，先生，来，我来，谢谢，来，别走了，先生，我也要走了。先生其实可以不走。这是谁？大名鼎鼎的张振武啊！孙先生，武昌首义的英雄。你看我这个，到这儿来坐。那时候，您要是在湖北的话，我就不来那手了，我就跟着您啊打青狗子得了。坐。哎，来南京干什么？其实我是要去北京。李元洪污蔑我们湖北同盟会，说我们要秘密组织2次革命。袁世凯总统知道了，对这个事特别关注。我到北京就是去做个解释。说这个叫2次革命，什么意思？啊，我曾经跟林元洪说过，我说你胆敢颠覆民主共和，我同盟会就敢组织第2次革命。对，这话说得好，名不虚传嘛。那个郑娃，先放这儿。郑娃，李元洪毕竟是副总统，也是我同盟会的副总理，你一口一个李元洪，这太不礼貌了。他是我从床底下提溜出来的，他哪点值得我尊重啊？还有啊，他不知道从哪儿弄到一本2次革命发动人的名册，他要根据这个给我们定罪的。他给你定罪了吗？那倒没有，他当着我们的面把那本名册给烧了。你看看，人家还是很大度的。哎，郑武，那个湖北那边裁军情况怎么样？哦，不太顺利，不过还在裁呢。我们这边裁军好像也不太顺利，简直就是办不成。来，您看看这个，要裁减10几万革命军，袁世凯是一个字也不给。可讲，胡汉民在广东，李连军在江西，白文威在安徽，10个省的大都督都是我同盟会员，让他们多接受一些复员军人，就解决了。先生，一谈到帮忙，这交情就全都没有了。怎么了？就拿咱们江苏的那个都督叫程德全，程德全都督来说吧，每安排1个革命军人，你知道他问我要多少钱？多少？100块现大洋。这不比人贩子还黑吗？主啊，请帮帮克强吧。查理，一仙，一仙，我们来接你去上海。上海我去不了，10里洋场那儿我住不起。我们几个呀，在上海给你买了一处房子。孙先生，你好，久闻大名，很荣幸啊。来，你看看。上海，啊，我有房子住了。谢谢。
哎，别着急，别着急呀。怎么了？我是有条件的。什么条件？你说。我要用这件东西跟你换一件东西。我这有什么东西，查理？以前是庆龄啊，跟你要件东西。庆龄啊？码头上那个老二啊？哦，哎呦，你说的这都是8年前的事了。他现在是美国威斯里安学院的高材生了。好，你说他要什么？他在同学们中间宣传呢，你是中国的华盛顿，他认识你，可同学们呢不相信，所以他给我来信啊，叫我问你要一面这个你亲手签名的共和国国旗。这面旗帜可以吗？可以呀，来，把名签上。查理，你转告庆龄，我已经不是民国大总统了。这，不过，你跟庆龄说，只要这面共和旗帜在，共和之魂永远不会死。大总统，黄将军要点什么？好，我们一人来杯咖啡。我不是大总统了，他也不再是黄将军了。好嘞。总算消停。消停？你消停得了吗？风里来雨里去10几年了，云里雾里，就盼这天了。您的咖啡，请慢用。假话。行。是有点不大习惯，不过我总会习惯的。听见没有？让你上酒！哎，来，快进来啊！你好，来，快走进来。有酒啊是吧？来，怎么没人管？没人管咱们啊！哎，伙计，上酒，快点啊！快点！先生，您的酒。孙文，你好。啊，在哪儿付的伤啊？汉口。啊，来，喝一杯啊！大家喝一杯。来。弟兄们，我是孙文，我对不住大家。少来这套，少来这套，别来这套，大总统，甭来这套，少来这套。这个我已经不是大总统了。这民国虽然已经成立几个月，但南北统一才刚刚开始，来之不易啊！我现在跟克强都是民国的普通公民啊。普通公民，你谁信呐？说什么呢你？不是还有一个副总统的位子等你去做吗？还不是大总统？还有你，怎么回事啊？袁世凯的军队里不是让你去当总参谋长吗？你当总长，我们活什么呀？民国，咱们兄弟们出生入死，到头来咱们得到什么了？就是得什么了？怎么办？弟兄们，这件事你们说的不错。我呢，是副总统，克强是总参谋长，这是袁世凯任命的，而且他还是个上将军衔。但你看看他的样子，穿的戴的，像不像一个总参谋长的样子？还像不像又怎么了？还像别这怎么样？他拒绝了，因为这是袁世凯任命的。当官发财对我们来说，我们不稀罕。我本来要克强跟我一起离开南京，但是他说，他一定要把大家安置妥当了之后再走。他跟我讲，弟兄们，他是
大家的兄长。哎呀，兄长又不给钱！弟兄们，弟兄们，弟兄们！我黄兴是个穷鬼，我对不起弟兄们。得了，少来这套，光听你这套就饿死了。给钱！应该说，在以前我是可以给大家弄点安置费的，可现在我没办法。我希望大家跟我一样，回到家乡去，看在我们过去在一起折腾10几年的缘分上，建设我们的民国。哎，怎么走了？哎，怎么走了？给钱的，给钱！李副总统，听说当年《泰晤士报》记者莫里逊先生就是在这里采访张之洞大人的。哎呀，我哪里敢摆张相帅那个谱啊？张相帅可是威震四方啊，我呀只有大汗淋漓呀！啊，其实袁世凯总统送给黎副总统一个西洋电扇，可是我们的黎副总统却关心下一代，把他送到幼稚园去了。哎呀，为孩子做点事情就别再提了。是。北京的报道说，民国如今有4大伟人：孙中山先生、袁世凯总统、黄兴将军，还有就是您。岂有此理！武昌首义第一枪是我们黎副总统开的，如果没有第一枪，哪来的什么中华民国？哪来的什么其他的伟人呢？胡说！那第一枪是人家张振武将军的革命士兵开的，与我无关，岂敢略美？至于民国伟人，别说是排在最后一位了，那就根本不应该有我。请黎副总统做出评价。20年前便立志推翻封建专制，革命成功了，又攻城不居，如此明彻事迹，襟怀坦荡。我不如孙中山先生，半生革命，百战百败，却又百败百战，壮志没有稍减，如此艰苦卓绝，一意孤行，我不如黄兴将军，终生追赶风气之先，领时代之潮流，以立宪号召群雄，以北洋雄视天下，却又以和平的手段而揽共和全功，如此沉积墨韵，智勇深沉，我不如袁世凯总统啊。听说张振武将军到北京去，只因跟黎副总统闹了些意见，可有此事？过去皇上说，万方有罪，罪在朕宫。我不是皇上，我可不敢这么说呀。不过，只要是在我湖广，谁犯了错，都是我的错。报告黎副总统，有一封您的急电。诸位，对不住了。 5个月后，全国竞选正式大总统，请问黎副总统是否参加？谢谢。我这个人呢，就爱吃肉。大总统，我自己来。我跟你说，今天亏了你来了。要是我一个人吃，这也不准，那也不准。 吃饭都得看大夫的脸色，简直受罪。来来来，吃。你是贵客，又是革命元勋，按理嘛，应该请你吃大菜。我一定转告给大总统。好。可这么着呢，觉得亲切点，你说是吧？大总统如此恩遇，叫振武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来，吃。 味道如何？好吃。好，那你就多吃点啊。好吃。听说
黎元洪最是廉洁奉公。对，这里革命成功以后，啊，就没吃过一顿肉。那都是假的。行啊，总统正忙。报纸上登的，怎么会有假的嘛？大总统，我记下来。他是假青年，军政府大小官员，请放心，一律每月20块，这是不假。可是他口袋里塞满了红包，谁听他的话，他就恩惠谁。这不是假公济私，收买人心吗？大总统，对不起啊。哦，谢谢。我们这些武昌起义的老人，在他那儿一点好处都得不到。不会吧？你不是湖北都督府的军务长吗？早让他给免了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总得有个理由吧？哼，兔死狗烹呗，大总统。政务实话实说。临时参议院选举黎元洪做副总统，让他到北京就任，他迟迟不去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就是要在湖北把我们这些老人全部清除掉，换上他自己的人。这样他到北京就任，就有一个稳固的后方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这退嘛，可以退到湖广。可你说要进攻，攻谁啊？攻哪儿啊？大总统不可不防啊！大总统，急见。哎，你吃啊！我不吃。我这个人呢，最是开诚布公。我听说你啊，已经闲了很长时间了，虚度年华。可惜呀，最近嘛，蒙古有个屯垦使的位子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可以先干。为共和守边防，理当奉献。豪情壮志，好，我喜欢。来，走。那你就明天到陆军部领取任命书。多谢大总统。大总统，段总长和赵部长来了。我这上了岁数，午饭之后啊，就要小睡一会儿。大夫说的。那你就自便。是。大总统，大总统。这民国啊，在形式上看是统一了，其实啊，还是《三国演义》。在民众的心里呢，孙中山首创共和，攻城不居，万民敬仰。他好像没有了位置，但他占据的是民心之国。一旦他振臂一呼，应者云集，绝不可小看他。
这第二国嘛，这第二国就是黎元洪，他也是革命元勋，一副忠厚长者的样子。我打电话让他来北京就职副总统，他说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哈，不敢当。刚才张振武告诉我，他在武汉收买人心，顾盼自雄。哼，此人绝不可小觑。这第三国我不说，你们都知道，就是咱们北洋。咱们北洋的优势劣势都是什么呀？咱北洋军掌握了国家政权。咱们是在新和旧之间打太极拳，打出的新招数太多，旧人不满意；可旧招数打多了，新人不满意。来人呐！大总统，把门关上，我什么人都不见。是。这个，你们看看。张振武要破坏共和，黎元洪要大总统枪毙张振武，两封密电，我都收到好几天了。黎元洪说张振武破坏共和，竟定了15条罪状。我看呢，大都是莫须有。哼！你想想，这民国才成立了几个月啊，他就犯了15条破坏共和的罪，哈！我看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重要的是，黎元洪想让我杀掉张振武，他写的可真好。张振武功不可没，罪在当诛。袁弘爱既不能，忍又不敢，扶起将张振武立于正法，真是声情并茂啊！可我一旦把张振武杀了，他离袁弘又如何呢？袁弘当亲治其丧事，抚恤其家人。哼，好一个黎大菩萨！这后边他还写什么来着？哦，袁弘管教不严，致使共和元勋变为共和罪人，言之难言，此恨绵绵。更起予以处分，以谢张振武九泉之灵。黎元洪这是借刀杀人。还有呢，他让大总统当恶人，他自己假惺惺做好人。还有呢，他的目的是疑惑江东，坐收渔人之利。那他何力之有啊？张振武到处宣扬说黎元洪是他从床底下拖出来闹革命的，弄得副总统好没面子，杀了他，正好解了心头之患。就这么点面子上的事儿，不至于如此吧？嗯？我也是想啊想啊。我终于想明白，我刚才跟你们说了，这民国啊还是《三国演义》，最终还是要三国归一统。归一统，那是什么时间了？民国
不是已经江山一统了吗？志全呀，你还是没开窍。5个月以后，说说，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，临时大总统就职10个月后，将举行正式国会选举，然后制定正式宪法，选举正式大总统。到那时候，将有一次生死的搏斗啊！谁和谁斗？有能力参加这场搏斗的，除了大总统，孙文是一个，再有一个就是黎元洪了。娟呐，还是你的约法学得好。志全啊，民国是共和国，搞政治就是打仗，打政治仗靠的不是兵书，靠的是临时约法。这里边暗藏的招式多着呢。志全啊，你要好好学。就是几页纸的事儿嘛，哪有那么玄乎？哎，他就有这么悬。我们要是想不到5个月以后的事儿，这一回就得招了黎元洪的道。你们想，5个月以后选举大总统，他孙文定要卷土重来，跟我有一番较量。这不必说了。我呢，一旦杀了张振武，这诛杀革命元勋的罪名就落在我头上。而黎元洪，刚才电报你们都看过，这黎元洪先演一出挥泪斩马谡，我杀人，他挥泪，然后他才上演一场吊周公瑾。在张振武将军的灵位旁，他是扶棺痛哭，大装好人。到了选举大总统的时候，我身背骂名，他忠厚无私。那干脆我也不用参加总统竞选了，我现在退出去不就完了？李元洪真是狠毒啊！无毒不丈。大总统，张振武这块又臭又硬的大石头，咱干脆把它扔了得了。不，我们要让他搬着石头往自己脚上砸。咱们呢，给黎副总统立个案子，让他当一回被告。电文一共8个字，事关重大，不敢相信。这个袁公宝跟我玩什么？把这些都交给他，让他不得不信。哦，密派专人送达，不可邮传。是。振武啊，来吃点菜。对，来吃菜喝了。这我们兄弟几个今天一醉方休。别喝了，不能再喝了。振武啊，咱们兄弟几个说说话啊。就是嘛。我没有兄弟，你们不是我兄弟，孬种！你别这么冲动。昨日的黎元洪，他把我们辛亥守义的弟兄们全都遣散了。振武啊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是吧？以后咱们东山再起啊！就是啊。
早知道今天，我当初从床底下把他拉出来的时候，我就应该一枪毙了他。哎呀，可不能说最后，别瞎说呀。没罪，没错。飞鸟尽，良弓藏。郑王，咱们想想孙中山先生，共和国是人家创建的。我不是孙中山，别跟我说孙中山。就你们，啊，袁世凯一当总统，你们这帮议员一个一个屁颠屁颠的跑北京来干嘛来了？郑王，郑王，你怎么这么说话？是他们几个湖北的议员可是你老乡啊，你不能不识抬举。我不需要谁抬举我，老子是英雄。我们知道，老子是英雄，都知道是英雄，是我们都看着了。没有老子开第一枪，哪有他们现在的共和国？对，说了，但别这样，你也别这样。他妈黎元洪，一丘之貉。哎，我看郑武是真的喝醉了，你们扶他回驻地。哎，走吧，郑武，走，我没喝多，我没喝多，你们别这么看我，放开我！没事，郑武，伙计，结账。怎么样了？交给我吧，我来吧，我来处理。这是什么呀？简直是胡闹！这也叫新闻？白养活你们了！都写的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！哎，你们听听，你们听听。京城花猫不见了，警察帮忙四处找，还挺合辙押韵的。狗屁！咱们时报啊，定位是政治新闻，可你们呢？净写些小花边新闻，还要出头版。老徐，哎，我在这儿呢。老徐啊，手底下是什么人呢？你死人呢？你就不知道让他们挖点宝贝出来呀？我挖了，这京城的宝贝啊，藏得严严实实的，我上哪儿挖去？胡说！你手底下那些人呐，就知道参加记者招待会，能写出好东西来吗？我早就跟你们说过，政府的招待会啊，这个工商界的招待会。他们是一边发红包一边弄假新闻，不可信也不可用。那您说什么是新闻呢？我能挖着新闻，我还养你们干什么呀？哎，自打民国以来，看人家田默，弄出不少好新闻。哎，你，大家伙要好好跟人家学一学。总编辑，你唠叨什么呢？哎，说什么呢？大声点儿！哎，沫儿，总编好。哎，刚来呀？啊，去，好好干活，好好干活。有事吗，总编？今天有什么采访任务吗？哎，没有。